大家好啊，今天还继续上期的话题，讲故事，我的心路历程和我走过的弯路以及踩过的坑，里面有很多的知识点是需要长篇大论，我们慢慢来讲。说到这个我其实是很复杂的，真是每个话题都需要长篇大论，否则说不清楚还不如不说。今天就提一下吧，我说的这个我指的是小我，就是来体验剧情的，来亲身经历。还有什么高我，估计年轻点的修行人应该知道，在网上还有好几个，话题太大了，慢慢分享。就这个小我也包括了好几个，就看被哪个我支配吧。这里先提一下，大家先有个大概的了解。回到主题，我从小就喜欢看未解之谜，喜欢太空，喜欢看10万个为什么。那时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我死了，这个世界永远就没有我，一切都与我无关。当时想想就害怕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离奇的想法。我就想，难道人生真的是一次随机事件，是巧合吗？如果我爸和我妈不结婚，就没有我了。大家不要笑啊，我说的是我10岁左右时的想法。我的命运转折点源自于一次突发事件，就是因为打架进了那个地方，我在里面待了9年。现在说起来是挺轻松的，可当时可是崩溃。对于这个词你们可能是个概念，我却是切身体会，那是不一样。我当时就想，哎呀，这是不是个梦，一点都不像是真的，因为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。后来我就反思，为什么经历这个劫难的会是我，而不是别人？为什么我不是他，我不能和别人换一下意识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命运？我没事就骂老天爷，骂他也不理我，估计他还笑我。说到这里，我插个话题，就是我快出事的那些天啊，我经常会看到手机上的时间4个1，就是11点11，中午和晚上都是。当时我自己还纳闷，为什么总是这个数？因为次数太多了，我就注意到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怎么不是11点10分，或者是11点12？难道这么多次都是巧合吗？直到几年前我才明白，这都是我大哥高我在给我暗示，可是我听不懂，才走了这条岔路。不过还有一个我，还在继续我之前的生活。这又扯远了，扯到平行时空了，以后再聊这些啊，还在继续之前的话题。后来我就给自己打气，大不了再来个9年义务教育，从头再来。那是总唱刘环的这首歌。反正事已至此，没有退路，那我就学习吧，看书做笔记。先看的是励志书，鸡汤类的，你别说在特定的情况下也管点。后来看成功学、商业、历史、哲学，因为我有足够的时间静下心来看书。别说那里真是个世外桃源。后来书看得更广，看四书五经，背唐诗宋词，那是很多书都是南怀瑾注解。再后来看道德经，什么四柱预测，就是八字，都研究过。因为我想搞懂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，否则生活就会抽你，给你大嘴巴子。再后来机缘巧合，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本书，叫什么现代佛教的成就，净土宗的。我说我不看，我不信这些迷信。他说你看了再做评价。说好吧，那我就翻翻。哎，这一翻就把我带到另一个世界。后来是金刚经，
楞严经、心经都是文言的，有好多专属名词看不懂，看注解都看不懂，反复看。我觉得这里可能有我要找的答案吧。后来知道我回来，我也在断断续续学习，因为回来的挣米呀，得吃饭呀，在里面是管饭的。你看这9年的时光，我2分钟就说完了，但是过程你们可以想象一下，不过收获也是很大的。这里就需要提一个重点，那就是吸引力法则，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，其实就是创造力，是你本有的属性，源头自有的能力。不管你有意识的使用它还是无意识的使用它，你都生活在这个法则之内。就是你创造了你的生活，还有自由意志，这2个都是神圣的宇宙法，是任何维度都通用。为什么提这个呢？因为我就是受益者，当时不知道你想要什么，宇宙就会给你什么。当然宇宙是没有手的，但是它会通过其他的人事物来回应你。因为我一直在找答案，逻辑上说不通的都不行。你不能有矛盾，佛经里矛盾太多了，越快越多。就是我一直坚持的寻找，我真的找到了，就像是上台阶一样，一个一个的走上来。光是从理论上来讲，我对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的疑惑，一切都通了。就在去年，我找到了我的答案。世界上没有任何解不开的谜，真的，只要你找，都有答案。不过都没有证据。我们说的是故事，就当故事听了。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很多人认为从某某宗教找到了答案，所以就停在那里。你能把这个系统用大白话描述完整？其实你们扪心自问，你有答案吗？修行是求真，是要比科学更科学的，不能迷信，更不能稀里糊涂的。今天提了2个重点，吸引力法则和自由意志，以后慢慢会展开来说。时间关系，这期就到这里，下期接着讲故事，谢谢。